真正會收割女人的商人，很少一上來就胡說八道。他們通常先說對一半。曲曲說，女人不要倒貼，不要被白嫖，要看清男人願不願意付出。這話本身沒毛病，但他後面接上的那套東西，已經不是普通兩性建議了。澎湃那篇我花了3580元學習做撈女裡提到，曲曲直播間有一套黑話，爹爹大佬指金主， YC 是夜場，米是錢，圍城是結婚，快樂證是離婚證，帶球是懷孕。這些詞一出來，味兒就變了。如果一個情感導師只是勸女性別扶貧，別倒貼，那最多算婚戀建議。可當他的話術裡反覆出現夜場、金主、大佬、零花錢、車房、帶球、圍城，人就被拆成了可交易的價值。年輕、外貌、情緒、陪伴、身體、生育、婚姻位置都能拿來算賬。男人是資源位，女人也是一套要經營的資產。誰都不是具體的人。女性當然可以談錢，可以拒絕倒貼，拒絕被白嫖。問題在於，曲曲把一套更灰、更高風險的場域語言塞進了女性成長敘事裡，聽起來是在幫你避險，實際是在把人往風險裡推。最後，一個人的關係判斷、身體邊界、長期安全和尊嚴都被壓縮成一個問題：你有沒有拿到結果？網飛日劇《地獄占星師》主角細木樹子最出名的話術之一是你會下地獄。這句話給的不僅是信息，更是壓迫感。你危險了，你得找一個懂命運的人來告訴你怎麼辦。大殺戒也是同一種東西。人生低谷本來就是混亂的，但一旦被翻譯成大殺戒，痛苦好像有了名字，人會鬆一口氣，也會更害怕，因為這個名字只有大師能解釋。這類話術不全是假的。他們厲害就厲害在先抓住真實的恐懼，再繼續放大。細木樹子放大的是命運恐懼，曲曲放大的是關係和階層恐懼。一個給你大殺戒，一個給你大結果。曲曲的金貴的關係課程會把男人分成4個象限：伯樂男、皇帝男、生意男、雞肋男。他的定位很直接，就是通過親密關係層層變現。這套東西不只是給男人分類，而是在訓練你重新看世界。男人變成資源模型，關係變成投入產出比，婚姻變成籌碼。女性成長也不再是讓自己變得更完整，而是把自己經營成更高價值的資產。他看似什麼都說，實際上什麼都說得很虛。越虛越方便投射，方便幻想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大結果後來沒有只停在女性情感語境裡。2025年1月，多家幣圈媒體引用過孫雨晨的一句話：要相信自己是一定能拿到大結果的。孫雨晨可不是普通網友，他是中國加密圈的網紅加商人代表，從早期比特幣愛好者變成億萬富翁，靠區塊鏈和炒作把事業做得風生水起。大結果一旦出現在孫雨晨那裡，味道就變了，開始跟幣圈、暴富、風口、階層躍遷、命運感混在一起。他不再只是直播間裡勸女人別戀愛腦的詞，更成了一種搞錢的通用語氣。你只要還沒拿到大結果，就說明你還差一步，還需要繼續付費。這時候再看美人支招這個 AI 情感 App， 它就不像普通商業周邊了，更像曲曲模式的新入口。過去這套東西靠直播間、私域課、社群和閨蜜聯盟轉化，公開賬號受限，輿論翻車以後，就話術需要一個沒那麼刺眼的新殼。AI 正好合適，它沒有削弱曲曲那套東西，反而把它標準化、產品化、自動化了。你輸入情感困惑，它輸出關係策略；你輸入焦慮，它給你一套看似冷靜的分析。你以為自己在用 AI， 其實是在把判斷權交給一套早就預設好的價值系統。AI 不是幫你恢復判斷力，而是把曲曲那套邏輯做成隨叫隨到的私人顧問。如果說細木熟子那一套是電視時代的命運 App， 那曲曲的美人支招就是 AI 時代的關係占卜。兩個人不只是話術像，路徑也像，先靠強刺激語言建立權威，爭議變大以後信任受損，再把舊生意搬進新的媒介。一個被包裝成命運大師，一個被包裝成大女主導師，一個賣大殺戒，一個賣大結果。美人支招這類 AI 情感 App 把這種命名機制做得更日常。過去你可能1個月才聽一次課，現在你每天都可以問。它降低了警惕，
也提高了依賴頻率。這才是 AI 情感產品危險的地方，它不是簡單複製舊騙局，而是把舊騙局做成了日用品。你失戀時問他，曖昧時問他，想判斷一個男人有沒有價值時也問他。問得多了，你以為自己在獲得建議，其實是在反覆訓練同一種視角。男人是資源位，關係是項目制，婚姻是結果交付，女性自己也是一套要不斷優化、包裝、變現的資產。真正要警惕的，不只是曲曲這個人，也不只是美人支招這個 app， 而是這套生意太會換殼。玄學時代，它叫占卜；電視時代，它叫大師；直播時代，它叫情感導師；私域時代，它叫閨蜜聯盟； AI 時代，它叫智能情感助手。名字越來越現代，入口越來越溫柔，價格越來越訂閱制，但套路沒變。先說中你一半處境，再放大你的慾望和恐懼，最後告訴你解決方式在我這裡。而且它一直有人買單。只要婚姻不穩、年齡焦慮、階層壓力、金錢恐懼和親密關係裡的不安全感還在，就一定會有人出來給它命名、包裝、定價。